庞总好。庞总到了。哇，东哥，你这消息可真灵。那是，门口都是自己人，随时随地通风报信。哎，那要是庞总自己开车来怎么办？自己开车，停车场也有人啊。小新，哎，你准备一下，跟我去几个基层部门搞个调研，这是部门的清单和调研提纲。好的。曾助理，这次调研可能需要1个上午，你就在这儿做好电话记录。这是今天的电话记录。好，放这儿吧。还有什么吩咐？没有了。你叫小新进来一下。好，那我还是接着做电话记录。有问题吗？有困难尽管说。啊，没问题，完全没问题。怎么了？庞总对我恩重如山，给我的工作根本都不完。哎，忙的忙死，闲的闲死，我替你分担一些。庞总早就料到了，不让你插手帮忙，怎么办呀？东哥，我想去死。没那么夸张，我私下替你写，他怎么会知道？太棒了，东哥！第一个是今天的调研情况报告，我这就把记录传给你。你事事替小新处理，他该不会的还是不会，你剥夺了他改变自己的机会，再过几年他可能还是这样。但是人总是要学会进步的，你说对吧？对，你说的对，我知道了。你如果在我这儿待不下去了，你随时可以申请离开。不会啊，我现在挺好的，我对这份工作很满意，也不用加班，不用换工作。喂，怎么了？视频会议刚刚结束，总部大老板徐总对公司的工作提出了严厉的批评，挺生气的，说这么久了，一个战略发展报告都没有出来，大家很难统一思想的。崔总怎么说啊？崔总也生了一顿气啊，然后就去市里开会了，留下庞总给我们开会，说今天务必要统一出一个思想来。我说东哥，你到底在哪儿啊？我都快急死了，我感觉他俩要吵起来了。戴总和庞总刚刚就不太对付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你看我这儿，今儿林姐不在，没人护着你，你老实交代吧，是不是没安什么好心？啊？说，问你呢。什么呀？
就是你是不是有点那什么别的心思啊？我能有什么心思？赶紧的，那自己说。我喜欢他，什么？大点声！我喜欢他。哎，你就因为这个，你就把钱都给他，让他来我们创业啊？是啊，你恋爱总得付出点成本啊，是吧？你再说你们看我现在，跟以前比，我还像个骗子吗？当什么呀？哪有骗子把自己的钱拿出来让别人去当老板的呀？你们想想。那你这还挺下血本的。有，那你要追不上，追不上继续追呗。锲而不舍是我人生的信条，是吧？屡战屡败，屡败屡战。我将于茫茫人海之中探索我人生之唯一灵魂伴侣，得之我幸，失之我命。行了，还有没有别的？没有了。确定没有了？没有了。那行，那咱撤了。那个单你付啊。加油啊！话到嘴边了，我还没告诉你们我为什么喜欢他呢。小强，把车开走。哎，好。东哥，给我看会议记录。这儿呢。争论这么严重啊？是啊，你们都吵起来了。现在什么情况？我刚出来的时候，庞总和戴总在里面吵着，戴总见会开不下去了，就说大家休息会儿吧。现在戴总在庞总办公室里面。好，我知道。你说现在崔耿不在，咱们怎么办啊，东哥？放心吧，有我呢。你不会真的想要放弃、想要妥协了吧，文静？这个不像你的性格。我是什么性格，你了解的远远不够。我当然是一个会妥协的人，生活也好，职场也好，我们都会做出各种妥协，尤其是在正确面前。David， 在正确的事情面前低头不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，虽然我知道这很难。OK， 但问题的关键是你认为正确的事情，它未必一定是正确的 ，right？ 你还记得我们刚回国的时候是怎么想的吗？用我们自己的努力来改变这个地方，改变这个地方落后的局面，让它成为一个全新的酒店。你还记得吗？我觉得你都忘了。你现在心里就只有屈服、忍耐、退让。I feel sad for you. OK， 我有些激动。我相信你今天提交的那份报告不是出于你的本意，而是你那个助理帮你起草的 ，right？ 那就是我的本意。我的助理当然会按照我的指示去办事儿，要不然他也不会留在我身边工作的。黄总、戴总，咖啡到了。谢谢。我看来的不仅是咖啡，贤内助也来了哈。戴总，我作为庞总的助理，有责任和义务就战略发展报告，再详细的跟您说明一下。说明？你能给我说明什么呀？是这样的，我看了刚才的会议记录，我认为您所说的对于酒店的改变不是真正的改变，而是颠覆。颠覆？我们这座酒店在这个城市里是最被人所熟知的。我觉得任何的改变也好，颠覆也好，不应该全盘的否定它的过去。戴总，其实酒店的每一个员工，包括我，都希望酒店有所改变，但是这种改变是在现有基础之上，朝着好的、更强、更有利的方向去引领。OK， 我对你说的那个更好、更强非常感兴趣，你给我详细的说一说。好，东哥到底行不行啊？东哥什么时候不行过？咱里面要是东哥不行，我告诉你，整个酒店上上下下就没人能行了。
心的。最新战报，东哥这边神勇无敌，重拳出击，直捣黄龙。没几句话，那边戴总都没什么话了。戴总，这就是我的一些看法。如果你有意见的话，可以表达。其实你说的这些想法，我之前也是。张助理，你先去忙吧。好。别操心了，咱好好工作吧。强哥，我们先走了，散了啊。Yes。不好意思啊，阿姨。这些事情让你来处理呢，确实很为难你。但是你也别怪老崔，你是常务副总，这些脏活累活你要是不干，那只有我替你来干了。在咱们酒店，老崔是面子，你、戴维以及我，咱们是里子。咱们得让面子干干净净的，我说的没错吧？所以在我这里，我是面子，你是里子，是吧？所以啊，我今天主动维护好面子。曾助理，我不需要你维护我，我自己能应付得来。如果我应付不了，我也没有继续留在这个职位上的必要了。你就是不想让我帮你处理工作，对吧？我现在开始佩服你了，真的。如果我是你，我根本待不下去的。如果我是你，我很庆幸有这么个助理。还喝吗？给你倒点。不喝了，本来也不能喝。我知道你不能喝，当年我不想提什么当年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人都是会变的。我以为有些事情，它永远都不会变。你错了，所有的事情都会变，不变的只有变化本身。不用送我了。我曾建国。曾大爷。董老板，尽量说吧。我不瞒你说，其实我早都来了，我这等着你这人下班都走干净了，我过来。我是想单独跟你说几句话。哦，曾大爷，来，您坐这儿。曾大爷，您这是？英雄也有气短的时候，有些话我有点不好开口，我得借点酒劲儿。可你放心，我喝不醉，我知道自己的酒量。你要不信，对，你就使你那个手机，把我讲的话给录下来。明天你问我，我保证一个字都不带差的。曾大爷，有什么想说的您就说，不用喝酒。您说什么我都能承受，我也能理解。我知道你是个明白人。邓哥，你这地儿真的不错，真的，还有这肉，妈呀，我可太稀罕了。多吃多吃。我得发个朋友圈帮你宣传宣传。这不用啊，妹子，
哥不对外啊？不对外？那以后我来怎么办？你不是外人啊，你什么时候来，哥什么时候给你烤肉吃。那他呢？他不行，他没啥待遇。佟老板，我给你道个歉。你不站。上回咱俩喝茶，这回我喝酒，把上回喝茶时候说的话，我拿这酒给咽回去。跟你道歉，也不是要非常原谅，你也不用宽慰我。自打老三到了我家，我养了他10年，他从曾家离开，到了你这儿15年。这些年是你养他，教他。可是这些年他到底怎么过的？发生过什么事情没有？他人怎么就长成那样了？他心里想的是什么？我几乎一概不知。这是我这个当父亲的失职。曾大爷，您千万别这么说。就算他这10几年在我这儿，我关心过他，照顾过他，可没您那10年，他能长大吗？我们家的情况你也知道，老三虽然不是我亲生的，可呀，4个孩子当中，他是最像我的一个。如果老三是我亲生的，我是他亲爹，可能对他的有些事情，我就用不着那么上心，那么较劲了。有时候家里边就是这样，你越对这孩子上心，有些事情你就越不敢说，不敢问了。尤其是我们家，你看我这老二，这拿过来就打，喊过来就骂。但对其他3个孩子，我想大声说话，我都得想想。我过去也经常想，老三以后会什么样？他能找一个什么样的女人？比如说，长多高，有多漂亮，多大岁数？女方的家庭状况啊是什么样？他会不会受罪？能不能幸福？其实想来想去也就仨字儿：舍不得。您说的太对了，曾大爷。如果我要是有一个儿子，我也得这么想。谁要是嫁给我儿子，那是那姑娘的福分。凭什么就跟你好？是不是？对呀，你说我辛辛苦苦的养了口大肥猪，谁不谁的，你说牵就给牵走了。其实现在也不是我想明白了，是你跟老三把事给做到这儿了。人呐，这一辈子说过就过去了，但其实人和人之间最难得的就是真心。你是个好女人，老三也是个好小伙。我对老三真心，他跟我翻脸了。老三对你真心，不怕跟我翻脸。你对这份感情真心，也受了不少的委屈。我不就跟你翻脸了吗？但现在，我把我翻过的这张脸给翻回来，是笑脸。行了，说完了，走了。我送你。不用，你坐。